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云端法会来参加共修会。今天晚上我们的读书会的主题呢，叫做大灾问哈。那我从20年前开始呢，只要在我们的培训课程啊，或一般的讲座呢，只要有这个双向交流的时段呢，就会把志工或大德们所提出来的问题呢，收集起来。那么目前大概收集的有1000多个题目，你看很多人都有疑问的。那么这些问题经过筛选以后呢，我也出了一本书叫做《修与行》里面全部是问与答的形态。那每一个问题呢，都是某些人心中困扰已久的事情，而这些问题如果没有适时的解决的话呢，可能就造成成长的障碍或者烦恼。那碰到疑惑或者是惑障要如何去排除它呢？这个实在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大学问呢。法华经里面序品里面有一句经文叫做什么？身心清净，惑障捐除啊！好，相信有拜过法华经的人，大概都看过这句话它的音调是这样子哈。心心清净，黑中一处。有拜过经的人，大概都听过这样的一个曲调的这个诵经哈。身心清净的惑障捐除，什么意思啊？就是只要身心一清净的话呢，无明就不会再回来了，保持很清明的意思了。就好像什么阳光出现黑暗自动消失一样这个时候惑障就自动消除了这句经文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困惑呢，或者这个疑惑呢，所造成的障碍呢叫做惑障有时候呢，其实真的是问题很难解，有的时候呢，这不是问题难解，而是自己什么身着虚妄坚受不舍了。这什么意思啊？深深执着自己的我执我见，造成没有空间呢植入正知正见，就像什么满水的杯子一样无法再把水倒进去，这样就容易造成什么无明障蔽惑障的缠身我们身边都有这样的人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人是说了又不听，听了又不懂，不懂又不问，问了又不做，做了又不学，学了又不觉那有些人呢，虽然心中呢充满了疑惑，但是呢却无心去破疑解惑。有的则是什么听不进谏言不懂得什么不耻下问，也不懂得以能问于不能不耻下问的意思可能大家都会懂但是以能问于不能呢，这个有很大的学问呢。等一下呢，我们再找时间来好好解释那学问呢，已经在学习了，还要懂得发问这样呢，有学也有问才会有学问。学习也好，学佛也好，很多人一直在自己摸索，其实像自修了不能说不好了，但是你还要懂得怎么样深入人群共修自修共修同样重要，否则会造成什么固步自封不但学习缓慢还走了很长的冤枉路有些人呢好不容易学会问了，那却又偏偏问错了人他不是去问三十四就问到了三姑六婆，得到的答案是什么不三不四的答案弄到自己的心情呢七上八下最后呢心情呢是什么三心两意的无法定性这个就好像什么生病又吃错药，有疑问不问，就好像什么生病吃错药，那后果什么不堪设想所以即使学会问，还要问对人问对的人也问对的题目呢，那正确答案就出来了其实呢，人生很多问题呢，看起来是很艰深但是呢，答案是很简单因为呢，心迷则问题艰深心悟则答案简单，心迷则是非变烦恼，心悟则是非变教育心迷就会苦，
心物就自在啊。这句话是近似语。心迷万境转，那心物呢转万境。有些人呢虽然会问哦，但自己以心存定见，问你呢，只是想得到他自己心中的问你呢，他只是想得到自己跟心中一样的答案，所以希望能得到你的认同，从中跟确定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所以当你给他的答案跟他心中所想的不一样的时候呢，他会不高兴哦，甚至他还会反驳你这样即使会问呢也没有用就是刚刚所讲的什么身着虚妄，坚受不舍，执着自己的错误观念而舍不掉坚受难舍凡是所谓的天才或者有聪明才具的人呢，很容易犯上一个毛病呢，就是什么？以为自己懂得很多了，别人都不如他，甚至认为自己所说的才是对的别人说的呢都是错的其实呢，这就是我慢的心态。在学习的道路上呢，不只是聪明或学而有成的人呢，任何人只要稍一不慎，以为自己已经学了很多不用再虚心求教了，都很有可能呢落入我慢的心态中而不懂又装懂不但不能虚心，而且还坚持己见排斥别人这个就变成什么？卑劣慢傲慢的态度表现在自己身上叫做我慢，那我慢用在别人身上呢，叫做卑劣慢这个被人家讲我慢听起来是不是很舒服讲卑劣慢那更是毛骨悚然就好像什么？好像我们一般人讲肝硬化听起来好像没那么绝望还有益但是你听肝癌就令人万念俱灰好像坐以待毙一样。好，我们现在来解释刚刚讲的以能问于不能什么叫做以能问于不能呢？这句话是曾子讲的。好，曾子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教，习者无有，后面还很长后面还有，那我们取这一段来讲就好了这一段是我们要讲的重点这是什么？这句话叫做曾子呢是称赞颜回的美德了。孔子的学生颜回，他德行非常好，曾子呢很称赞他的美德。颜回虽然学识非常的渊博，学问是高人一等的，但却时时唯恐自己呢懂得不够多唯恐自己呢看得不够清楚，所以要常常去请教什么知识不如自己的人，还要向不如自己的人学习一番这就是不耻下问虽然我学问比你高，但是我还是很谦虚的问你这个叫做不耻下问嘛，这个大家都懂所以呢，这种精神也叫做什么？叫做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了。这句话值得我们学习。所以有能力的人呢，要能够发挥本能还要是懂得尽本分的人能力还不足的人呢，更要懂得求教于有能力的人一旦有了才能，还要继续学习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这样呢才会是一个有功能也有良能的人学问渊博的人呢，虽然他能够知道很多事情，知其大概大概什么事情他都懂，学问渊博嘛，知识广博嘛，但他却不一定能够深入，他还要向专家请教。所谓什么术业有专攻文道有先后，不可专也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我也从我正言上人的身教上呢学习很多。那正言上人他是精通法要智慧如海各位都还记得吗？20年前台湾921大地震过后，慈济帮53所学校重建，慈济盖了53所的学校，灾后重建有许多知名的建筑师呢，也协助慈济呢，各自认养灾区的学校呢，来设计。上人呢，一一听取每一位建筑师的设计概念，因为每一个设计师都有他不同的设计的概念嘛。上人也尊重他们的专业但慈济的建筑人文呢，让这一些建筑师第一次跟慈济合作呢，不得不佩服呢正言上人的真知灼见几位非常出名的、很有权威的建筑师在台湾
他们的设计图都被上人一改再改。但呢，刚开始当然会有一点不舒服嘛，但改到最后，他们呢不得不心悦诚服啊，因为人道精神跟人文精神这是上人的专长啊。所以术业有专攻，不可专业啊。你虽然是出名的建筑师，但是这方面是上人之专长啊，不可专业啊。所以呢，53所学校呢，虽然都有不同的建筑术设计呢，但呈现出来的却有一致性的建筑风貌啊，不会说两个看起来好像没有连贯性，有都同一个人文系统啊，人文观念、人文的理念出来的。好，每一个硬体中呢，都有浓厚的人文精神跟艺术价值。这个不是由每个建筑师呢个人画个人的，个人做个人的或个人展现个人的作品，而是那么多建筑师的集体创作这个就要有什么？有德高望重的上人来统筹了，否则你怎么样的服这些都各自有专长的，而且很有权威的这些建筑师呢？所以需要有德高望重的上人呢来做统筹，来做整合。那上人对建筑也有他超高的智慧跟思想体系。慈济也有自己的人文精神的这个营建处但重建过程中呢，上人对每一位建筑师都非常的尊重，你设计的概念我都尊重你，而每一位建筑师对上人也是十分的敬重。那上人对建筑师的设计概念没有照单全收，但也没有勉强建筑师呢都照慈济的建筑理念来设计，那中间的彼此互动就是在教育呢所有的弟子做人处事的智慧跟圆融这个不容易如果他坚持他的，慈济坚持慈济的，那这个就中间的问题很多了。不会这个过程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虚怀若谷兼容并蓄的什么觉者风范看起来好像很自然，其实里面是蕴藏着很多的人生的智慧智慧跟圆融那其实这个也就是曾子所讲的什么？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上人也要请教这些建筑师，那这些建筑师也要请教上人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好，我们接下来来解释有若无，实若虚这句话呢，如果把它翻成白话文呢，更容易懂了。就是什么就是真人不露相，露相的非真人也就是什么？这个所谓的半桶子水响叮当饱满的稻穗呢，总是弯着腰真正有学问的人呢，不是指说饱学之士，很爱读书，学历很高，知识很好，或很会写文章而已，不是这样，而是除了学识之外呢，还要才具好，品德也很好，叫做才德兼备就好像孔子所说的，孔子最得意的颜回一样叫什么就是什么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不是有知识、有学问或学历很高就叫做君子不是这样子是还要有才具，德也修得很好的孔子称赞舜，尧舜那个尧舜舜，孔子称赞舜，他说舜其大智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而言。翻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说，舜尧舜这个舜呢，真是大智慧的人他好问，什么叫好问？喜欢发问他好察而言呢，就什么？这句话很重要，好察而言什么意思他喜欢观察，去分析平凡浅淡的话。人家讲这句话是很浅，但是我要从这个话很浅里面去找出很深的道理出来。这叫好察而言那这个是这个舜呢，他学习，他喜欢这样做，他喜欢好问，喜欢好察。其实呢，证严法师也是讲了很多很平凡浅淡的话。我们随便举一句近似语：生气是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这句话简单不简单？简单，但是做不到。对。80老翁都知道，3岁小孩都知道，但是80老翁做不到。好，再来，原谅别人是美德，原谅自己是损德。这话也很简单，但是做不到。那证严上人拜应顺导师为师应顺导师只给证严上人6个字
为佛教为众生6个字，简单6个字，让正言上人呢一辈子做不完。好，我们讲星云大师开示一句话也很好，叫做什么？屈直向前也是嘛，言简意赅啊，话这么简单啊，但是多少人碰到阻碍时，还是跟瞎牛一样往前冲撞，冲到皮破血流，还不懂得怎么样绕道而行呢，或者不懂得问路啊，走错路还不问路啊，曲直向前，什么啊？有弯曲，有直行，最后都是向前的啊，不一定要直来直往的意思啊。圣严法师也有讲一句话很好啊，也是平凡浅淡的话，叫什么？叫少批评多赞美，是减少口业的好方法。哇，这句话也很简单啊，对，不要去批评别人，多赞美别人啊，是减少造口业的方法。但是我们做不到，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智者的真言呐，叫做耳言呐。我刚刚讲好察耳言，平凡浅近或浅淡的话，看似浅近之言呐，常人之语啊，但却蕴藏着人生的真谛跟大智慧啊。我们如果要向他们学习的话呢，就要先学习这个顺的什么好问好察，很喜欢发问，很喜欢观察意思的。所以不懂的就要尽量问，问到懂了为止啊，不要不懂又装懂啊，用心的学习，虚心的提问，才能从平淡中吃出众味出来啊。这个不简单啊。1996年啊，我本来要在马来西亚呢开那个专场，做专场，还好呢。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初也是好问好察，有疑问就提问，问3知识。事情做下去了，我还要仔细观察。人家讲的话很淡，我要去了解这句淡话里面有什么深的道理。后来我就怎么样？我就回台呢，向回进寺呢，向请示正言上人嘛。这上人叫我说不要做，他说这是破坏山林的行业啊，也是造不善之因呐，叫我不要做。那我听善知识的话没做啦，我做下去的话就死路一条了。本来是稳赚的，变稳死。因为隔年呢，1997年呢，刚好碰到什么亚洲金融风暴，红砖变垃圾，机器变废铁。死里逃生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懂得问。我有疑问了，我回来问，因为我在想说，这个专场盖下去，万一我还要在深山里面盖那个专场，我的工厂自己照顾不到，然后那时候在做瓷器也做不到。我还没有赚钱就已经亏本了，已经损失很多了，这个对不对啊？我有这样的疑问呢，赶快回来进车问上人了。我有这个疑惑，马上回来问。刚好也问到善知识啊，所以死里逃生啊，否则的话红端变垃圾，机器变废铁。同理啊，诸葛亮啊，之所以会成功呢，也是因为什么？能做到什么？好察耳言。我们常常说3个臭皮匠胜过1个诸葛亮，就是指什么？诸葛亮的一句名言叫做什么？集思广益啊！集思广益这句话其实是诸葛亮讲的，很有意义哦。什么意思啊？集合众人的学问跟思想，来增加自己的知识跟见解啊！这就是刚刚所讲的以能问于不能啊，以多问于寡的道理啊。这个中间有一个关键字，就是什么？就是问，问吧，多多请教别人，多多听别人的意见，不要固步自封、独断独行啊！即使多听别人失败的经验呢，我们也都会成功啊。所以呢，千里之遥始于一步，这一步叫做问路啊！路要走出来，要先问出来。还未找到路，就要请问路；已经找到路，还要再问路，确保走对路，然后才加速。这样人生的路才会越走越精准，不会失误。所以学识渊博的颜回，以及足智多谋的诸葛亮，都要这样子做啊！何况是泛泛之辈的我们呢？对，我记得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佛陀对疑法跟疑惑所开立的药方呢，
跟对治烦恼调举就是心不定的意思啊，的药方是一样的，叫做什么？亲近善事，修炼正法。我记得以前读书有提过这个，但是这句话里面有一个亮点呢，就是什么？对治以法，对法有疑问，对人生有疑惑，对治以法跟疑惑，跟对治什么烦恼或者心不定，啊，这居然是同一帖药。这帖药叫什么？叫做亲近善事，修炼正法了。意思就是说，能断惑呢，就能断烦恼。大家都想断烦恼啊，但是要懂得，要断烦恼之前，要先断见思惑。见思惑，见解跟思想那种疑惑啊，那困惑跟疑惑呢，其实就是烦恼的前兆啊。这种障碍呢，不去除的话呢，接下来就是烦恼啊。这跟感冒是支气管的前兆一样的，感冒没有及时医好的话呢，恶化下去呢，就会变成什么？变成支气管炎。为什么这个？我对这个是很有体会的，因为我小时候常常这样子。我小时候如果一感冒没有医好，马上就是呼吸困难啊，我才知道啊，这是支气管炎。所以每次感冒呢，我就赶快先下手为强，先把它医好啊，一样的道理。其实啊，人生如果所有的疑难杂症或者顺逆境界都能靠现成的固定的公式去解套的话呢，那还有什么每个人有根基立顿之别呢？所以好话也好，公式也好，都可以实际，但一定要活用，用法很灵活，才会善巧绝妙啊。说法者跟闻法者，如果两者的频率相通而起共鸣呢，就是什么？就是对机奇妙用啊。这个时候呢，说的话呢，一语能够惊醒梦中人啊，无明变光明了，问题变菩提啊。如果彼此呢不对机或结恶缘，那即使是说好话，都很可能变成是一语惊死梦中人呐，这个事情就大条了。好，讲到这里，今天我们的读书会的上半场所讲的是序曲，刚刚讲的是序曲啊，现在要进入今晚的下半场，主题叫做什么？大哉问啊！算一算，大概有10题的问与答啊，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啊。我刚刚讲嘛，这是过去在讲座里面这个双向交流里面所收集出来的问题啊。有一次呢，我去马来西亚办巡回讲座啊，当地的佛教会的一些佛友很热情的请我一起用晚餐呢。这个席间呢，一位佛友呢就问我一个问题啊，他说：“刘师兄，我请问你哦。”你们慈济人强调要走入人群，去闻声救苦，见苦知福，难道这样做就保证不会下地狱吗？问我这句话，我那个时候呢，也不假思索的，都立即回答他，我说如果积极在行善造福、布善种子啊，这样都还会下地狱啊，那没有做的人不是更惨吗？我这样回答他啊，这位佛友他听了之后，心服口服啊。他还竖起大拇指说：“哎呀，不愧是正言法师的弟子啊！还好没有漏气啊。”其实啊，慈济之功深入各种的灾区啊及暗角去救灾、救苦、救难啊，这些灾区跟暗角其实就是现象地狱啦，就是人间地狱嘛。上次有讲过嘛，地狱不是死后才有的，活的时候都有了嘛，就是人间地狱嘛。这慈济之功就是活着的时候呢，就在成愿下地狱了啦。去救灾救苦救难就是下人间地狱嘛，对不对？这有没有道理啊？太有道理了。有一次在营队中呢，有一位志工也提问了，他问说：“感觉上呢，在参与慈济后，与跟家人所信奉的那种念佛诵经的佛教有出入，那自己开始困惑，自己要如何调整心态，并且让家人安心呢？”他问这个问题了。其实呢，这个已经讲了很多次了。正言上人说，不是诵经就可以消灾啦，而是将所诵的经文印记在自己的心里，提醒自己依教奉行依经入道，
不要犯错。所以佛经不只是拿来读诵，还要什么？能在生活中跟工作中实践。那这句话是上人的开示啊。所以呢，念佛诵经不是念给佛听，而是要念给自己听，要深深唤醒主人翁啊。主人翁是谁啊？就是我们的佛性，唤醒自己的佛性，也就是我们的自信。如果说是要念给佛听也可以的，是念给哪一尊佛听呢？就是我们心中的那一尊什么自信佛。菩萨道法门呢，强调走入人群，身体力行，叫做行经。所以是刚刚讲依经入道，以解导行。依经入道就是说，依自己所读、所诵、所听的经，化为行动，走入菩萨道。那以解导行就是什么？以自己所体解的经文呢，导入行动中，这是解行并重的意思啊！慈济志工不是佛理的理论家或思想家，而是什么？佛法的实践者。那最灵的佛呢，是在心中啊；最有力的菩萨呢，在脚下啊。这句话也是上人的开示。学佛不能独善其身，必须建立他人啊。所以懂佛理很重要，懂人理呢更重要啊。要懂人理，就要走入人群去学习与人互动啊。就有一句话大家都很清楚嘛：未成佛前，要先结好人缘啊。啊，人格成呢，佛格即成啊。啊，这个大概有学佛人大家都知道这句话。然后，现在啊是坏劫时期啊，灾难呢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佛教徒如果只是在家里念佛诵经拜忏等等，那对那些大批的灾民有何实质的帮助呢？对，发生灾难时啊，寺庙里的佛像也不会自己走下来跑去灾区救灾啊，还是要靠人间活菩萨啊。所以正言法师才说什么？菩萨人间化，佛法生活化。菩萨是活生生的，不是坐在那边给人家拜的。佛法也不是拿来念、拿来诵的，跟生活结合的，用在生活中的。那我就跟这位志工说你如果能将这些正知正见的道理呢落实在自己的生活中啊，并且跟父母及家人来分享，有一天呢，家人看到我们讲话，越来越有智慧哦，个性也改善很多了哦，他就会慢慢的认同我们，也喜欢我们的宗教，而我们也无形中呢，成为一家人的什么贵人呐。他听了这些正法呢，很欢喜。也有一次啊，一位会众在演讲过后呢，向我问道，他说：“我小时候呢，经历一些伤害，造成长大后心中呢充满了仇恨跟怨恨。虽然呢也听了很多的佛理，也尝试呢念经，而每次念经或听经过后呢，心里也都能够获得平静，但是呢。”一受到事情的刺激呢，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那一种令人讨厌的仇恨感又来了。我想控制，但是很难，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做？我记得这是一位女生问的问题她没有说小时候就受到什么伤害了只知道说长大后心中一直充满着仇恨跟怨恨，可见的这个伤害对她来讲是非常的深。我那时候跟他分享佛陀曾经对弟子开示的一句话，这句话在以前的读书会也提过嗔灭一切善，嗔为善之毒，嗔为毒之根。杀嗔则安乐，杀嗔则无忧上次有解释过什么意思啊？心中如果充满着怨恨跟仇恨就好像心灵中毒一样生活绝对无法过得快乐。这就是痛苦跟烦恼的来源。只要这种嗔恨心、仇恨感消除了，你自然就是安乐嘛，对，就自然就是无忧嘛。杀嗔则无忧嘛。虽然从念经他虽然从念经听经而获得短暂的心灵的平静呢，但事情一来呢，又打回原形。这个表示什么？表示所念的经跟所听的经呢，还派不上用场，用不在生活中了。念归念的，听归听的没办法实践在生活中。我就建议他了，我说，如果你能从念经、读经、听经，再继续行经，
那这样就如孔子所说的什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这句话大家也都懂嘛？孔子讲的嘛，什么意思啊？学过之后，学到了再去实践，将所念的、所听的经呢，化为行动，去建国之辅，之后在福中修慧，这样内修加外行呢，才能将所念及所听的经呢，巩固成为自己的智慧。一旦智慧启发了，那自然就不会被境界所影响啊。这种仇恨感又来了呢，我们不但不会被它所影响，而且还能马上把这个仇恨感呢消除掉啊。这个也是平常就要学习的啦，才能养兵千日，用于一朝了啊。巩固成为自己的智慧之后呢，你才有那种转境的能力的啊，转化境界的能力的。曾经有一次在讲座会后呢，我跟几位心存疑惑的大德呢茶叙啊，讲座会员了，大家当然喝个茶聊聊天了啊。那时候记得好像是在马来西亚的样子啊。那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小姐问的啊，她问到，她说我的父亲呢不知道怎么样哦，老是对我们这几个子女很不满意，天天说别人家的女儿好了，说人家的什么孩子乖了能力好了谁家的孩子很会赚钱的啊。抱怨我们不比别人家的子女好，他天天好不开心。我爸爸天天好不开心，我们要怎样才能令他开心满意啊？这个女生问这个问题，我跟她分享啊，人如果有比较的心呢，就会有比上不足的烦恼跟痛苦啊。如果一定要比，就要物质往下比啊，标准放低一点的，物质标准放低一点的，精神往上比，精神的标准放高一点。就是物质往下比，精神往上比，这个物质比下有余就好了啊，精神要比上不足。我记得上礼拜呢，正言上人在开示一句话呢，很值得我们警惕啊。上礼拜的事情，赶快把它记下来。这个叫什么？好茶而言呐，平凡平淡的话，但是一听都非常震撼。上人怎么讲啊？他说上人说计较是多余，争取是造业。哎呀，这句话讲得太好了。计较是多余啊，争取是造业。什么意思啊？话很淡嘛，对，这词都很简单嘛。意思就是说，有比较就会计较，这只会徒增烦恼啊，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是多余的。那争取是造业，什么意思？有争取，你就会你争我夺，甚至造成什么感情用事而意气之争啊。这个时候很容易得罪人而做错事，所以是造业。这句话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很好。那父亲看到别人家很好，那是看别人顺眼，是自己修养很好啊。近世是这样子讲的嘛。但是这个并不代表别人家什么事都好啊。如果拿别人家的优点来贬低自己啊，反而看不起自己或看自己家人不顺眼啊，就像这个女生提的嘛，那是自信不足啊，及价值观的使然，这样就不好。自己都看自己不顺眼了谁还会看得起我们呢？这样不但给自己添烦恼，也会令家人困扰嘛就跟这个女生一样，她很困扰啊，爸爸是这样，她很困扰我跟这位女生分享我说这个时候啊，我们做子女的还是需要善解，从这个地方去学习虽然爸爸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要去善解。父亲因此心情不开朗，那是因为父亲还没有很好的因缘呢，去碰到善知识呢，给予善巧的开导。尤其父亲呢还没有这么好的因缘呢，碰到佛法父亲会不满足，是因为他不知足了不是只有父亲了，每个人都是一样了。你什么事都不满足，是因为你不知足了。那父亲年纪大了，要他改比较困难，可尝试从子女身上先改上人也是这样教育慈济人的别人不改，我们改即使错是别人的，也是我们改。为什么？想要成佛的人就先改了，不想成佛就慢慢去那边造业就是如此。所以想要改变父亲，让父亲开心满意呢，你就要用智慧先自己转化心念。怎么转？第一，体谅父亲没有人像我们有福报念到大学，因为这个女生念大学的能受高深的教育
让我们人生的视野更宽广，这个叫体谅父亲是这样子。第二呢，善解父亲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这种殷切期望，每一个父母亲都是这样子的啦，因为他希望含辛茹苦呢，所养育的子女能够出人头地，这是天下父母心的。那我们既然是父母的孩子，也同时是孩子的父母啊，我们的子女也在看啊，我的爸爸妈妈是怎么样善解我的阿公阿嬷，然后决定将来我如何来善解我的爸爸妈妈，一样是这样子啊，有样学样嘛，对不对啊？这叫什么？这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叫做同理心呐，这就是身教。这个要善解，一个是体谅，一个是善解啊。如果将这种体谅跟善解父亲的心呢，化为对父亲无怨无悔的关怀跟陪伴，因为你已经有体谅跟善解了嘛，这就是报父母恩的一种以身试教。日久见真心呢，有一天呢，父亲会很感恩的说：“哎呀，我生命中最大的贵人就是我女儿啦，我女儿还让我这把年纪还能够学习成长啊。”那一般有的子女碰到这样都会怨天尤人我爸爸为什么这样，就是抱怨埋怨，不要体谅跟善解这是我那天对这位女生的回答了。那一次茶叙中呢，也有一位很年轻的女生呢，提出她的问题她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快乐的人但心中有一根刺，我不能原谅一个感情上背叛我的人请问一个对感情不认真的人，我们要如何应对她问这句话我跟她说你的心中，我那时候气氛是蛮轻松的，我就跟她讲说，你的心中有了一根刺，却能还活得这么快乐，这也实在不简单的，你真的不是普通人呢，心中有刺还活这么快乐我说你不能原谅他对感情的背叛，不能原谅就是你不能宽恕他嘛，对，你不能宽恕，也就是不能包容，不能宽恕也不能包容，这样的信念表示怎么样？你还是心存芥蒂，无法释怀嘛，对，你无法释怀，也就是说什么？还没有放下，你对这件事情，他感情背叛的事情，你也没有放下。既然还没有放下，却又说自己很快乐，这就是我们常说什么？快乐之中能夹杂的苦恼嘛。凡夫就是如此嘛。你看每个凡夫好像很快乐，其实是快乐之中夹杂的苦恼那个不是短暂的嘛，不是永恒的嘛。所以对方对感情不认真，这表示是无缘不认真也是无缘既然缘尽情也了，或缘尽情未了，我们何必太认真呢？你这样做，我说你这样做嘛，你如果放不下的话，就什么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心恋落花，叫做什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呢？对感情不认真是一种个性上的不专注、不用心。这种人如果有好姻缘要学佛呢，也会很难一门深入了。个性是如此嘛，因为他的目标随时都在漂移目标不专注，所以很难专注，很难专情生活中我们需要学习面对好的、对的就要把握姻缘这个男生如果真的是很好，我们就把握起来。但是他都不懂得感情专一嘛，对不对那面对这个不好的不顺的姻缘不具足的我们就什么随顺姻缘嘛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不容易尤其是感情的事情是更难所以有人问说问情是何物那其实呢，正确的答案是一物克一物啦会认识就是有缘嘛，只是缘深缘浅或好缘恶缘之差嘛有一次在讲座会过后呢，有一个大德提问他问他问我说，人性本善跟人性本恶哪一个才正确我被他一问吓一跳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读一点书都会被问倒人性本善跟人性本恶哪一个才正确其实不同的学说跟思想从古到今呢，中外都是一样百家齐鸣众说纷纭争论不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合理不合理，标准在哪里我们现在就来分析、探讨，并归纳出一个比较可以让我们接受的道理。三字经各位知道吗？人之初性本善，对不对？三字经的第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
强调人性本善呐，会有不善啊，那是因为后天影响而学坏的，而之所以学坏，是因为什么？性相近，习相远呐，就是什么啊？他近朱者赤嘛，近墨者黑嘛，物以类聚嘛，意思是这样子嘛。人之初性本善不是孔子讲的，但是孔子讲的什么？孔子讲的性相近，习相远呐，认为人的本性差距不大，人一出生下来以后，本性都是差不了多少的。凡夫性都是相差不多了所以才说什么凡夫无国界。但是由于后天的熏染、环境的影响呢，差别会变得越来越大。从小大家差不了多少，慢慢成长的环境不一样，碰到的人也不一样，接受的教育也不一样，造成行为观念偏差越差越大所以这叫做这叫性相近，习相远的意思啊。那性相近的性呢，个性本性很相近嘛，对，性相近。刚刚出生的时候叫本性，性相近的性指的是本性，习相远的习指的是习性，就是习气的意思啊。所以本性是亲近的啦，大家都差不多嘛。习性是污染的啦，每个人不一样这是孔子的说法啦。刚刚这个是孔子的说法。换句话说呢，孔子并没有告诉我们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孔子没有明说，但是呢，却留个悬念呢。不过孔子告诉我们性相近，习相远呐。这里面有透露一点人出生的本性是相近的。相反的呢，荀子主张人性本恶，认为什么？人之所以会行善，是因为后天的教化跟启发慢慢的培养而成的。他本来不会行善，他人性本恶啊。后来慢慢教育他去行善，他才去做好事啊。在西方文化的传统当中呢，认为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人都有罪啊，只有上帝是无罪的啦也就是说，人之初性本恶而与跟孟子同年代的一个告子，告诉的告跟孟子同年代的一个告子，主张人性不善不恶。认为人呢就像就一块木头用圆规去量可以做成原木用矩去量可以做成方木告子这主张这样子的。而墨子墨水的墨，而墨子也是主张不善不恶，认为呢人就像一块白布，生下来就一块白布用红色去染变成红布用黑色去染的变成黑布所以呢。告子跟墨子都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啦，都是后天的染着而变化。你看，这不同的人、不同的学说、想法、思想都不一样。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佛教的看法。佛家的看法又不一样《金刚经》有讲嘛这个大家都知道，众生皆有如来智慧与德相，然皆因妄想与执着而不可证得。意思就是说，佛家相信人人都有佛性跟智慧。但因为后天环境的影响，而让原本清净的明净蒙尘污染了，造成什么？有一些习气产生。什么习气啊？主观偏见分别、妄念、执着等等习气。因为有这些障碍，所以就很难证悟道理了。凡夫就是因为有这些习气嘛，所以很难去证悟道理嘛。包括佛陀的弟子、十大弟子也是如此嘛。这样依此说来呢？佛经上最后讲的是人人本具佛性应该是什么？人之初性本善而佛陀也说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跟孔子讲的性相近，习相远是不谋而合，本性都差不了多少，三无差别，但众生各有不同习性，而且强调什么？众生皆可成佛。虽然习气深重，但是还是可以成佛因为他本来就有那个佛性在，那个本性在，人性本善嘛。所以这样分析下来，到底结论是什么？结论是什么？如果有人觉得是人性本恶如果有人刚刚不是有人讲性本恶，有人讲性本善吗？有人讲不善不恶吗？对。如果有人觉得是人性本恶呢，那就要什么？以生恶令断，恶生出来了。以生恶令断，未生恶令不生如果觉得是人性本善，那就要什么？以生善令增长未生善的令生那这样说来，到底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好像还听不出来不过
听得出来。刚刚这样讲过以后呢，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很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呢？这个格局就更大了。这是跟刚刚不同人不同主张的最大的公约数。刚刚前面几个古人所讲的善或恶呢，不管怎么讲，性本善、性本恶都好，这个跟佛教的想法最大的公约数就是什么？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相信不同的思想都应该有相同的这样的思维才对。其实这也是佛法的精髓了。这个道理大家可以慢慢去体会。有一次我在马来西亚巡回讲座呢，其中一场讲座会结束后呢，有人提问，他问说，在复杂的社会里面呢，有时候心地好反而被人欺负，或被人看不顺眼，甚至被人利用，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位大德有这样的疑问啊。那我不知道这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还是别人身上的问题啊。就我跟他讲说，好心反而被利用。如果是用在利益人群的好事上呢，这个不能叫做被利用，应该叫做被重用嘛。还要感恩人家呢，帮我们创造机会，让我们做好事啊。如果是用在满足对方的不正的这个贪念跟私欲，或者用在不如法甚至是违法的事情上面呢，这样就是自己欠慧，没有分别是非对错的什么智慧，叫做欠慧。被欺负、被利用或被人看不顺眼，这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心地好的关系呀。这样就变成什么？变成心地好反而是一种不幸，那这个就没有天理的啊，这样不对啊。应该是跟别人缘结的不好，不顺遂就是缘不好啦。就是说，我们身体不健康，婚姻不幸福啊，那个孩子不孝顺啊。生活不顺遂都好啊，这个就是简单讲就是福不够，福不够就是缘结的不好了，福缘不好嘛，应该是自己跟别人缘结的不好，或自己的言行举止有招人非议之处，而自己却无反观自省的能力。这个在我们生活中也是有这样的人呐，包括我们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子嘛，所以缺少反观自省，缺少自省的人有4种现象。第一个，死不认错；第二种呢，心认错，嘴巴不认错；第三个，心认错，嘴巴也认错，就是不改过；第4种，一边认错一边犯错。这个是呢没有自省能力的人的4种现象。所以我们心地好还要有智慧，否则就变成什么妇人之仁呐，变成是非分不清的好人呐，叫做什么乡愿呐。乡愿什么？乡愿就是德之贼也啊！孔子讲的是烂好人呐，不是东西烂掉的烂哦，是泛滥的滥。乡愿就是烂好人，所以结好缘很重要。正言上人也曾经开示啊，他说今世障碍我们的恶缘多了一点，代表我们过去所结的善缘少了一点。同理，今世的善缘多结一点，将来被障碍的恶缘就会少一点了。这句话也是很好的开示啊，所以广结善缘很重要，而要广结善缘，也不是只有心地好就好了，不是心地好就会结好缘呐。坏人也跟坏人打成一片呐，也是结很好的缘呐，对，所以只有心地好，广结善缘不是只有心地好就够了。有些人呢，心地很好啊，但嘴巴脾气不好，这种身色也很难跟人家结好缘呐，对，所以近似于讲嘛。心地好，但是嘴巴脾气不好，也不能算好人呐。对，有些人是心地很好，但刚愎自用啊，个性固执，这样在团体中跟人家共事也是让人家很困扰。有些人心地很好，很会帮助别人，但不懂得婉拒别人呐，结果被利用了还不知道，这也是问题啊。有些人的心地很好，但不爱学习，造成就像孔子所说的“好人不好学啊，其必也愚啊”，很爱做好事，但不爱学习，而常常怎么好心做错事啊。有些人心地很好，很爱行善，但很爱计较，这样也是美中不足啊。所以心地好，
却常常被欺负、被利用、被看不顺眼。就如孟子所说的啦，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什么意思啊？不能去怪别人，即使错在别人，也是自己引起的。就好像钱露白而被抢一样的道理，钱没有露白也被抢，那是因果被抢也可能是你钱露白了，自己引起的。同理，人家跟我们借钱不还，那也是因果，表示过去生你跟他借的钱也是没还，这叫因缘果报了。我这样回答他啊。他有一次讲座会呢，有一个大德问这个可能有学佛的问呢，他问这个题目比较深一点的，他问什么？他说如何可以不落入法执，而又能坚持原则？这句问得很有深度哦。如何可以不落入法执？法的执着的意思的而又能够坚持原则然后又问如何区别我见及正见？其实这一题是两个问题先解释第一题了。如何可以没有法执，又能够坚持原则？法执我记得在前几次的读书会里面也有跟大家解释过有些人的书读的很多，在某一方面就会执着自己的看法，比较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但他所知道的只是意识形态上的知识而已，这就是法执。以前就有人问上人问证严上人说：“上人，为什么你坚持的事情是原则，我们坚持的事情变成执着？”上人呢没有回答，上人就是拉一拉的袈裟拉一拉。你要知道，我穿这件袈裟是穿了多久啊？这修行不是一日两日对，是日积月累的，累生累世甚至所以觉者的坚持叫做原则啦，凡夫的坚持就叫做执着啦同样是坚持但是两个的本质跟境界是大不相同一个人即使有高深的知识跟学问一旦落入意识形态，则所学皆会落入知见，如此会对自己造成什么障碍？叫做什么所知障学佛的都知道有所知障，所学的都变成自己的障碍了。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先入为主或心存定见，而自己却有一套自圆其说或自以为是的说辞听起来像是正视法，其实它只是个类似法意思就是似是而非的甚至什么落入偏见跟武断，不顾因缘与时事，却依然恃志辩聪，强词夺理，坚持己见，这样就是落入法执了法执也是一种我执跟我见，法执对法的执着也是一种我执跟我见呢。那什么是我执呢？我执就好像碰到一座难以攀爬的高山很难攀爬，很危险，劝他不要去爬，但他却执意要爬，结果让自己陷入危机之中，这个叫做我执啦。那什么是我见呢？我见就是好像上了火车带着行李可是他不将行李放在行李架上面而是自己紧紧背着，这叫做我见用这样譬喻来解释大家比较容易听得懂看看我们平常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存在是不是我执我见现在解释第二题如何区别我见及正见我见及正见我见也是一种定知定见，甚至是妄知妄见，更严重的是什么？是邪知邪见。我见这样子的这些都是不正之见，会对事情的判断以偏概全，流于主观或武断就是我见的意思相反的，如果能放下知见，去除我见，心空无见，这样烦恼就会跟我们说再见。有正见的人即使别人不接受我们的意见我们也能够什么随缘放下，不会继续跟他纠缠，不会继续坚持，这样就是什么解脱跟觉悟了潜藏涅槃的智慧的意思了。所以能去我执去我见就是一种解脱，不坚持己见的意思了。学佛我们要学习，我们常常讲学佛都会讲的破我执灭我相道理就在这里我执跟我见都有一个执着，所以是身着我相
这样的知见是不清净的。那正见呢，是出于无私的正念，所以不离正法，这样的正见是清净的啊。总而言之我们简单讲我见是污染的，正见是清净的啊。这样讲大家就很清楚了啊。好了，最后一题最后一题呢，是很多人都会碰到，也常常会问的问题。他怎么问呢？他说请问在人生道路上碰到伤害跟挫折，应该如何面对？哇，这一题是必考题啊，人生的必考题啊，大家都会碰到的。有一句近思语说，他说碰到困难是能力不足，这句话是非常简单的碰到困难是能力不足，碰到烦恼是方法不对。这句话很简单，但是我们要好察而言。刚刚讲我们要好察，这个平凡浅淡的话，我们如何来把它去深入了解，里面有多大的智慧呢？好，告诉我们，能力不足与方法不对，都是自己本身的问题与伤害我们的人或让我们挫折的人呢无关。这样讲，有些人会很不同意，也无法理解明明是他伤害我明明是他让我感到挫折的，是他不对怎么会是我自己的问题呢？对这个时候我们就放下我执我见心平气和的虚心来求教，来好察，来分析来观察以佛法的角度来分析，就是这样子。就是什么？就是伤害跟挫折都是自信的显现，内心自信的显现。有伤害的感受呢，又有伤害的反应呢，就有伤害的显现。同理，有挫折的感受，又有挫折的反应，就有挫折的显现。学佛就是要学什么？将感受令其不生反应。那这句话座右铭：有伤害跟挫折的感受，但令其不生反应，这样就不会有伤害跟挫折的显现了。痛苦也是一样将痛苦令其不生反应，这样还是没有痛苦，或者有痛没有苦，甚至变成痛快。一个人身上如果不具备被伤害的条件，即使在别人看起来这个对我们是伤害，我们也不会有受伤害的现象产生。这个就是什么？心地功夫有时候你认为是痛苦，有人认为是痛快同样一件事情你认为是辛苦，有人认为是幸福所以信与不信也是决定在什么？你对这件事情的想法跟看法这是与我们的观念跟思想有关凡夫为什么烦恼一大堆？凡夫就是有分别心，会执妄为真所以才会有什么顺逆之差啦，那个垢净之别啦，生灭啦，甘苦啦，爱恨进退好恶美丑大小等等的分别。然而，如果我们不忘心分别的那就跟《心经》里面所讲的一样心经讲什么？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对，这是去妄归真的不二法门。面对伤害跟挫折也是如此人生最大的学习是被逆境狠狠的一击伤痛更是代表着软弱正在离开我们的身体你感到伤痛的时候，就要提醒自己这是代表软弱正在离开我的身体。那软弱离开我的身体是什么？取而代之是什么？就是坚强勇敢所以勇敢坚强面对之后，再回首当年，我们反而会更加感恩逆境跟伤痛没有这些逆境的考验，我们今天怎么会成长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人生的经验所以平日就要自我训练，训练什么？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有免疫力的人，心灵不容易受创伤；有抵抗力的人呢，即使一旦不小心受伤了，也能很快抚平伤口不会放在心中永远难忘永生难忘不会。所以面对挫折时呢，需自我警惕，可以蹲下去，但是不可以倒下去；可以慢下来，但是不能停下来。困难跟挫折是达到成功之前的基本训练课程，也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捷径了。好，今晚的大哉问一共问了10个题目问题听起来很艰难但是答案很简单，因为心中有佛法，行中有办法。心中有正法行中有妙法。
解决的问题之道无他，求其用心而已呀。所以大家都要多用心嘛。好，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就到此为止。那因为有很多的问与题嘛，问与答，我刚刚讲我收集了1000多个题目，那手上至少还有几百个问题在。那我想说，我们之后呢，我们可能会连贯针对这个大哉问的部分呢，我们可能会继续看讲几集不知道了我们个随顺因缘呢，我们再来看看哪几题适合大家来学习的。那我们下期的继续来大哉问今晚感恩大家的参与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祝福大家，再见。